来到石头滩，这边一般不会有人，因为没海货可捡，除非和他抱一样心思来抽水坑的，倒是偶尔会有在这边钓鱼。今天就有人在这边钓，而且还不是本村的。林浩可没仗着本地人欺负他人的心思，他钓他的，自己抽自己的水坑。等了一会，阿和打了柴油过来，选中其中一个坑，林浩正式开动，就打算抽2个水坑。林浩也没打开系统的打算，抽水的间隙，他还是没忍住来到钓鱼人的面前看了一眼，旁边一个小水沟里放着2、3条鱼，想来就是对方的了战果。大哥，钓得不错。对方扭头看了一眼林浩，然后咧嘴一笑，随便玩玩，我是你们村主任家的亲戚，来这玩的。估计也是怕被撵，对方还主动交代了与本村的关系。林浩有些愕然，村主任，那不就是自己家亲戚，自己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？不过片刻他也就释然，估计是怕他捣乱，所以搬出村主任吓唬他嘛。这货怕是连村主任姓什么都不知道，没必要揭穿，又随便聊了几句。林浩回了抽水的坑边，阿和掏出香烟给他打了一支。哥，我奶今天还在问大嫂是不是该生产了，还说要去伺候月子呢。跟阿奶说一声，家里有人忙，等生了她去看看就行。哥，你们去龙虎山，我也想去，顺便带我阿奶去转转。这2天她的心情也不好。林浩一怔，这2天他经常见到老太太，没发现什么异常啊。阿奶怎么了？还不是我姑，她又跑回来哭，说我姑丈没本事，说儿子又读不进去书，自己是个没福的，家里欠一屁股债，现在也没钱还，亲戚都好，但就没一个愿意拉着一把的。阿和学完，又颇为愤怒地加了一句：没人愿意帮他们，他们也不想想自己哪出了问题，就知道怪别人。要不是阿奶在旁边，我早就将人给撵出去了。林浩笑了笑，这是想上咱家的船呢。我姑没说，但我估计就是这个心思。放心吧哥，阿奶说她做不了主，所以这事连和你说都没说。林浩犹豫了一下，这事他也不好过问，答应那是不可能的。一方面阿和姑丈那样货色的，比之赖包和林老二都差远了。林老二虽然抠，但对自己丈人和父母都还不错的。一个人只要孝道不亏，就还能算之为人。况且早先那一家如何瞧不上阿和，不仅阿和心中有火，他心中同样不痛快。人奋斗为了什么？其中很重要的一点，不就是想让曾经看不起自己的人刮目相看吗？至于原谅曾经看不起自己的人，不好意思，自己格局不够，想来阿和也是不够的。阿和，你告诉阿奶，如果你姑丈真过不下去了，就到村码头上工，一天怎么说也有50、60块。阿和既然说了，林浩肯定会给他拿个主意。阿和到底和阿晨还是不一样的，一方面阿晨家亲戚多，父亲还在，大主意是轮不到他一个外人指手画脚的。阿和家就他和老太太，况且一早老太太也说过，家里的决定他能决策。听他这么一说，阿和嘿嘿一笑，哥，我也是这么和我姑说的，我奶也说这个法子好，我姑气的当场就撒了泼，还说自家的船用外人，也不用家里人，还说阿病哪有他这个姑父亲，我都懒得和他说。林浩叹了口气，心里最难受的肯定是老太太，一边是孙子，一边是女儿，手心手背都是肉。虽说早先对女儿有气，但还能真看着女儿受大苦吗？正想着，手机突然震动了起来，他掏出一看是阿雪打来的。怎么了？有事？我在村西边的滩涂讨海呢。好，那你到家里，我去接。挂了电话，林浩跨上3轮车。你小嫂要来玩，我去接一下，看着阿远，不准太靠近海边。放心吧哥。林浩到家接了陈雪。今天没去市里。我都回来了，也没啥可忙的。台风刚过，这2天生意下降了近30%，就看今天会不会好点。也正常，台风天大家是能不出门尽量不出门的。陈雪又说起另一件好笑的事，饭店的宿舍有几个内地的员工，对台风没啥认识，然后还照例在阳台上晾衣服，得本地人提醒后，他们就把衣服放桶里，蓄满水放在阳台拐角，心想再大的风也刮不跑了。结果一夜过后，连桶都找不着了。于姐生气呢，因为他们被刮没的全是工作服，还得重新按他们的身量给他们定做。林浩也没忍住笑了，这是不稀奇。另一时空，他在广东阳江打过一段时间工，那地方也经常刮台风，这样的事没少发生。还有一次，不知哪个鬼回家忘了关1楼的大门，结果第2天连大门都刮没了，房东骂了半天街。2人说笑着便来到了抽水的地方。阿远见到陈雪，赶忙上前巴结的叫了声：小沈，等一下我抓鱼给你吃。行，只要你抓到了，要什么好玩的，跟小沈说一声。林浩摇了摇头，苗苗喜欢忽悠自己，这小子就喜欢忽悠他小沈，反正几乎都是有求必应，比许愿灵多了。没一会，第1个坑抽干了，阿和忙着把抽水机移到旁边的坑接着抽，林浩则拎着桶先下坑里检查了一番，确定没啥毒鱼或海鳗，这才让阿远下来。这个坑里
有好几只石头蟹。阿远一下来就开始和他们对付上了。林浩则在更底还有点水的地方，用脚搅着水，没一会还真一脚踢上来一尾黄翅。有鱼，哈哈，真有鱼！阿远兴奋地上前，一手将其给按住了。海边的孩子不会抓鱼的还真是少数。接着再在水里摸，没一会又抓了2尾19公。这个坑真没像，这一点估计将够柴油钱。好在另一边第二个坑很快也抽干了。哥，有老虎鱼！阿和兴奋的同时还提醒阿远先不要下去。林浩也没再下水，看着阿和一人在坑里扑通，没一会居然从坑里抓出3尾老虎鱼，最大的一尾约有1斤多点，个头相当不错了。有鲈鱼，好大一个！阿远站在坑上边，看着露背的鲈鱼，哇哇的大叫着。哥，还有坑接着抽嘛！不抽了，够晚上吃就行。反正也没想着卖，所以收获多少够一餐的就行。林浩也没有太高的奢求。突然发现，人一旦有钱了，以往的很多快乐将慢慢离你而去。当然，有钱人也有其他的快乐，也常人无法想象的。除了鲈鱼和老虎鱼，坑里又抓了2尾黑鲷。林浩想着，这个天气来顿小烧烤才是最合适的。我把老虎鱼送市里，顺便买烤架。阿和，你去东哥那里拿点生蚝扇贝，有9节虾也拿点。晚餐在我的院子咱吃烧烤。好啊，我喜欢吃烧烤。我去给你娘送鱼，你要不要跟我一起？林浩看着他笑道：“今天是周末，按说这小子该去市里的，但他老娘已经搬到医院待产，他老爹现在可顾不上他。我还是算了，去了也是给我爹添乱。哈哈，你是怕去了回不来，晚上吃不上烧烤了吧？”阿和一语道中这小子的心思。何叔，你这样说话是没朋友的。林浩没好气的在他头上轻敲了一下，跟谁学的俏皮话？那我在家等你。你在家里待着休息。我把卫生搞一下，虽说林家嫂子定期来收拾，我也得帮忙。说起这个林浩就头疼，好的保姆并不好找啊。现在他房子的卫生还是老太太和林老二老婆在帮忙，给钱又不要，这就很烦人。